哎，这大过年了，这俺老伴儿这啥都不懂，你说1000块钱这买这，这管弄啥？大爷，你这可不是普通的砖头啊，这白花花的又那么重，1000块钱买回来，这可是捡大漏啊！哎，你别笑俺了，夜上我也跟他吵架了。哦，这过年你也都买牛肉，这还不如买1000块钱的牛肉一家年回来都管啃啊。哎呀，大爷，这买这管弄啥？这东西可比牛肉强多了。牛肉你吃到肚里边消化了，这我拖着又那么重，这外边你看又称量，按它的比重来看，这不是银子就得是白金。关键是1000块钱买回来，这买的很便宜啊。这大爷这搁哪买的？这俺老伴儿还是都这说的。他说，不是银子都是白金。我要看吧，要叫我看嘛，这跟我驴接档，他肯定能得赔钱。我个人看还真不像驴，驴啊，它的密度比较轻，这么大一疙瘩拖在手里边不会有这么沉。另外，驴的颜色也不会有这么白，驴它的颜色发乌，显得暗淡。是驴的话，才几十块钱一斤，1000块钱买回来肯定亏钱啊。哎，我都说亏吧。这给一个小孩手里管买手的啥好东西了。今儿上回来，老伴儿，我再叫他跪那儿。大爷，你也别激动，具体是啥，能值多少钱还没说清楚，你也不要着急下结论。既然是从一个这个小孩手里收过来的话，那恁老伴儿确实犯了一个大忌。无论我们做什么生意啊，再赚钱也不能在这小孩子手里边收东西。就拿你这个砖头来说，无论是白金还是银子，这肯定是孩子拿人家家里边的呀。哎，问题上呢，我说这是赔钱呢。这好歹这是1000块钱买回来的。你多少你说，能拿这个不赔钱捡个大漏。那这1000块钱给你头了。大爷，这个不是多少钱的事儿，你这贸然来兑给我，我也没法要。建议你还是让那老伴回去找一下那孩子，最好把这东西还给人家，皆大欢喜，对吧？你们都能过个好年。那你这东西你都嫌弃，你都不想要？没有。那我今儿让老伴回来，老伴我肯定叫他跪桌板。饭都不叫他吃。大爷，你让他跪桌一板，不让他吃饭，你这无理也解决不了问题。首先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你这个砖头价值啊，远远不止1000块钱。1000块钱收回来，这绝对是捡大漏的。我看这材质啊，应该是银的。为什么说不是白金的呢？白金分钯金和铂金，它们的比重啊，首先不比黄金轻。如果这个砖头有5斤重，那白金啊必须能达到9斤、10斤。从目前我拖着看，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这个砖我也称过了一共都是6斤重。6斤你好好的给我算算，看看我能管赚多少钱。赚钱多了，我给他买牛肉，犒劳他。大爷，你这态度转变的挺快啊！这听说要赚钱了，这心里边就像乐开了花。不到6斤，也就是说重量在3000克左右。说实话，其实白金的颜色也确实没那么白，白金的颜色它是发乌的，比重颜色都不对，所以我个人看就是银子。银子的颜色就是这样子，不过从目前外面来看的话，没有一丁点的这个氧化。也就是说，在我们个人手里边啊，待的时间比较短。银子现在的价钱也挺贵的，达到了历史最高点，5块多钱一颗。细看造型的话，这也不是什么古董之类的。我大概出来了给你算一下价值，按3000克的重量来估，目前来看啊，卖个15000-16000完全没问题。谢谢你的估价我回家赶紧过去包饺子去。包饺子犒劳俺老伴儿。叫他吃一顿哈，好嘞。还是刚才那句话，你先不要开心的太早，捡漏啊无可厚非。但是你们这买孩子的东西就不对了。首先啊，你们是疏离了这1万多的银砖，你这1000块钱给人家买回来，对吧？你们是大赚一笔，但是对人家孩子来说却不公平，因为这价钱啊极其不对等。建议你还是还给人家为妥。那还是你说的对那我这都叫俺老伴儿给人家送回去，皆大欢喜。对不用客气啊。这个以后孩子的东西，别收了，别给自己找麻烦，好吧？好。你这是一块平底入盒的龙样，500卖给你啊，确实要小心一点，别是假盒假币了。我帮你看看。因为我对这银元也不懂我这搁着合着看，
这银元咋那么发白？看着不像银子的颜色。你这个是评级入盒的江南嘉诚7线点，这壁面泛白啊，说明银元被玩熟了。我看这真假完全没问题啊！像这种盒子币看真假啊，一定要先检查外边的盒子是否破损，然后再仔细对比官网细节。500卖给你的话，这相当于你捡个大漏，这好歹也是一份高分龙阳。500的价格，我想都不敢想。我跟你说，我这个朋友他是个败家子儿哦，这是他女婿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哦，昨天才送给他的啊，今天就非要500块钱卖给我。那500确实便宜，你想想他女婿送给他嘞，这能会有啥坏东西嘞？500卖给你啊，确实是个败家子儿。咱说句不好听的啊，东西装兜里这还没暖热乎嘞，这都赔大价钱卖给你。要是让他女婿知道了呗，这恐怕该生气了。生啥气？朋友他这个人平时喜欢喝个小酒哦，喝完酒再去跳个舞，跳完舞再去玩几把麻将，手里缺钱。那你朋友确实是一个玩家，吃喝玩乐无所不能啊。那你这样一说我都懂了，看来你这个朋友啊，确实他是不识好歹。他女婿之所以送给他这个江南嘉诚啊，应该是图一个好的寓意。你看今年是甲辰龙年，送这个有一定好的寓意啊。我对这个也真不懂，总感觉银子那么便宜，那是这压着500块钱，我还以为要吃亏嘞。吃亏绝对谈不上，因为银元的存世量它固定就那么多，不可再生是关键。银子再便宜，它又不是现在生产嘞，现在也生产不出来过去的银元。况且你这个都已经评级入盒了，市场价还是有的。如果那朋友懂的话，肯定不会500卖给你。你说的也对，我也是看中了啊，他不识货，对，故意去买他的这块银元，你看看能赚几百？几百，你还真是小看这个江南嘉诚了。咱说句不好听了，现在一块普通的大头啊都上千了，所以这个龙阳价格就更贵。你像江南嘉诚啊，是江南8个有金件里边发行量最大的。首先入盒，你看给的是 AU 50分 ，AU 啊就是镂空过的美品。满分是70分，而你这个给了50，足以说明这个银元的状态不错。一般江南嘉诚带的板不多，而你这个7000点比这普通的银元就是龙面，你看7这个地方前面多了1点，所以才叫做7000点。1点区别其实就是一个板，然后你看它的壁面，这就是属于原味的。原味啊，就是包浆也有，但并不是太明显。好在你这个银元啊，你看这两面，这都是全身打，算是嘉诚里边状态最好一点的了。你像现在随便一块45分的江南嘉诚，现在都3000左右了，而你这个磨损啊，相对更少一点。我看你这个状态的话，差不多能给到你3500左右。3500？对。那照你这么说的话，那我这一下子赚他6倍的收益了。那是。那作为朋友，我这是不是太黑心了呀？那你这个咋说嘞？因为像这种银元啊，很多人都不懂，因为平时他们的透明度也不高，它不像黄金一样都知道500、600一颗，对吧？有多重，算多少钱。而这种银元普遍都认为银子不值钱，卖个几百块钱很正常。你愧疚的话，可以把这个多余的钱补给他。那吃到嘴里的肉，谁也不想吐出来啊。那是，只要是真假没问题就行了啊。大不了以后他反悔了，我再补给他个100、200的。那具体补，那看你咋想了。但是作为朋友，我劝你还是像这种便宜啊，最好不要经常去捡。毕竟朋友关系在那搁着嘞，你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时候，万一哪一天被那朋友发现了，对吧？多少脸上这面子还是没有了，是吧？对吧？这种事儿咱们以后要少做吧。对，好，谢谢你啊，不用客气。没想到我去香港旅游一次，竟然让我捡了一个超级大漏都这个1块金包银的金币金包银，我1000都给他买回来了。你这个是上海1两银元，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银币啊。那不这如果东西对的话，1000块钱，这价格确实是超级大漏。至于什么金包银，我这倒没看出来。这不金包银都是中间在黄金的地方它黄金都是黄金其他白色都是银子黄金现在一颗都几千块了香港那边卖的贵啊。这两地的这个换算单位不同罢了，全世界的金价其实都一样。给你纠正一下啊，你这个上海1两银元，这上面你看这泛黄的地方，这可是不是什么黄金？因为过去银元它是通用货币，不存在什么金包银。
一是过去的铸造技术不允许，二是金包银啊都广泛运用到那个首饰上，银元上面它只有包浆。那泛黄的地方，很有可能是包浆。属于那个黄金包浆。黄金包浆，反正是比黄金还贵。我听人家专家给我讲过。包浆比黄金贵，这说的有点夸张了。倒是好的包浆在好的币种上，那价值比黄金贵是真的。就像你这个上海一两，你看壁面它是带环彩，这种环彩啊，平时比较难形成。而你这个银元真正贵啊，就贵在它这个币种上，因为上海一两啊，它是央币。你说的对，我买的这块银元啊，它就是央币。当时卖给我这块银元是一个老年人，用的还是2G 手机的，他查不到市场价。你记住一句话就行了，香港是国际大都市，你所谓的那老年人用了2G 手机查不到市场价，这种借口不成立，因为卖家永远没有买家精。像这种央币啊，本身就不便宜，1000块钱卖给你的话，这里边绝对有什么门道。他能有啥门道的？这块银元就是家里祖传的，他家的。他老年人啥都不懂，乱摆摊儿。给我捡个漏，就这么简单。祖传的话，我倒真没看出来。这个银元是1867年设计铸造的，距今已经100多年了。银元无论在哪，100多年它应该产生包浆。而你这个环彩，我看也比较浮。另外，像你说的这黄金啊，这我看着也不老。你说这话没有根据。老不老不是你随便说的。已经有人给我开价1000万了。你看你能给我多少吧？说实话，1000万买这种状态的上海一两确实不贵，因为这种上海一两啊，确实值这个价。主要原因还是它的存世量少，1000买1000万卖。首先，我觉得你这种利润啊极其不对称。你要是放70、80年代，1000块钱确实啊，能淘到这种大珍。这是第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另外就是你在香港这里买啊，而作为一个旅游者来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你并不了解你所购物的地方，越是鱼龙混杂的地方，不可能这个大珍出现在旅游景区。第三个就是我作为一个从业者啊，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你这个银元很不舒服。还是那句话，环彩包浆显得很浮。还有你说的这换房的这个地方，既不是黄金，更不是包浆，很明显有区别于其他地方。我再看它的压力，这边齿压力啊，很明显不行。我看也就是真银假币，300块钱一大关。你别自作聪明了。300万我不会卖给你。我上网联系的专家都给我1000万了，就差我没去拿钱了。哎呀，就我说了，就你这个银元跑到天海角也不会给你1000万，甚至你想卖1000都很难。人家卖给你1000是净赚大几百的利润。网上专家你也别信，他们只报高价不回收，为的呀就是忽悠你口袋里边的钱。我看你这是羡慕嫉妒恨。没有。捡大漏了，你心里不爽。看别人出高价了，你又污蔑。污蔑、羡慕根本谈不上。你之所以来找我鉴定，多少可能对专家的话有点不信任，不然也不会找第三个人看。大概情况就这样。网上专家估高价骗你啊，多少你回去多了解一下。这个银元真假，你再找别人看看，能值多少钱？到时候你心里边啥都明白了。你也拿回去。找那个专家去。好。你帮我看看这块龙阳值不值1000？如果不值的话，我非得让俺朋友身败名裂，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听你说话很生气的样子，可以肯定的告诉你，龙阳1000绝对买不到。来，我先帮你看。我妹夫他经常玩银元，他已经帮我看过了，他说这块银元是什么新龙，平时只好像几百块钱一个。你这个是云南省造了1元，确实是新龙，几百一个的话，那妹夫应该指的是半元。半元的个头啊比这小很多，重量正好轻一半。当然这个价格和你这个1元区别也很大。况且你这个云南新龙这都已经评级入皮盒了，虽然说只给了40分，但是状态非常好啊。你看壁面是老彩，看来那妹夫这眼力不行啊，这么好的银元他居然不识货。不可能吧？我们亲戚关系在这放着呢。那是他玩银元也玩几十年了。他的话我还是很相信的。那像你这种任人唯亲的态度可不行啊！你如果无条件的相信一个人啊，首先对他的德行得有所了解。既然恁妹夫玩银元几十年了，首先1元和半元他最起码得区分出来吧。既然大小能区分出来，那价格肯定也知道个8、9不离10啊。其他的没有用，我也不想多说。就我这个朋友办事也太不地道了。2年时间我给他随礼随了好几道，
我这儿子过12岁生日嘞，他竟然送我一坨这。那你让我说句公道话，我倒觉得你这个朋友很大方，礼尚往来那都是相互性的。他随几十里多少钱不重要，将来你有事别人也给你捧场。关键是人家送给孩子的姻缘并不差，你这样误会他也不是个办法呀。关键的是我对这姻缘不懂总不能当着他的面质问他多少钱吧？那是。我妹夫说值几百，把我给气毁了。那妹夫这个人很有心机，他是唯恐你不把姻缘卖给他，这才是背后说值几百块钱。他这个心术不正，你最好不要相信他说的话。再说句不好听的他这是想要赚你便宜应该不会吧？我妹夫这个人平时就爱在赚点小便宜。那对，我们是自己人，他不应该忽悠我吧？他确实想要这块姻缘。这就对了。那妹夫之所以告诉你值几百，他就是想捡你的大漏，捡漏还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你因为这个姻缘伤了朋友的心，这就不值当的了。我实话告诉你吧，但凡像这种龙样他就没有几百一个了。那妹夫说几百一个了，那是云南新龙半圆，半圆的重量是13.5克左右，大小比这个正好小一大圈。半圆新龙为什么那么便宜？就是因为它的发型存世量大。像云南在过去它就是经济不好，像这么大个的医院流通不方便，所以才发行那种半圆。而这种医院就毫无质疑的作为大额货币了，自然铸造存世量就不多，物以稀为贵嘛。而你这个姻缘状态也不差你看首先入的是皮革，而且还带粉，壁面又是老彩老包浆，很不错，状态币种都挺好。我看这个姻缘没有我1万多，你真还买不来。乖乖的1万多嘛，我这个妹夫也够黑的呀。那是，差一点我几百块钱就买走了，这人心术不正。刚才我都告诉你了，你这不能任人唯亲，不能随便听信别人的话，毕竟你对姻缘啥都不懂，问对人才是关键。你这幸亏也没有冲动，不然你真拿这个姻缘去你朋友那兴师问罪真是害人害己。你说的对，我这个人就容易冲动。那是。其实我这个朋友对我可不赖还经常时不时的帮我。那人家说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像你朋友这么正能量，你就不应该猜忌他。而能明知道那妹夫的为人，你还相信呢，那就相当于给自己找麻烦了。幸亏你这事儿也没有办成，对吧？也没办砸。姻缘币种也不错，给孩子拿回去好好的放着，珍惜你这个朋友吧。你说的对，我这个朋友真不赖，谢谢你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你看，都是我这个姻缘是假的这我明明花了几十元的姻缘，咋可能就变成假的了？大爷，你这个姻缘还真不是假的。你看它壁面，无论是罐装铝锈，还是这种黑色的老彩，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唯一与常见的冤大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原相。你说的对好几个人都说没见过这种冤大头所以一看就是假的要给我200块按回银子收。他没见过并不代表一定是假币既然定义为假币，那他再出200块钱收，这就前后矛盾了。既然是假嘞，为何还要掏钱收购嘞？你这个姻缘确实是一眼大开门，和常见的9件大头不一样，但材质是银的，这就说明是民国时期的丝铸，而且原相你看还有点复杂，状态不错。什么是丝绸的呀？你可得听我做主就因为我这块姻缘，我亲家说我是个大富有。像我们普通人懂姻缘的太少了，像这种丝绸不认识，或者是当成假的太常见了，你千万不要当真这个丝绸就是在过去我们个人用手工刻木丝制造出来的姻缘。丝绸分为银和铜2种，银子的话和普通冤大头一样正常流通，铜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假币。只要我这个不是假币就行了。不假。这可事关我个人名，我这个姻缘送给亲家，我亲家照人回收就给200。那亲家这幸亏是没卖不然200块钱卖了，你这回彻底是说不清楚了。路边有很多那种回收店，那价格都是随便胡乱给的，你不必当真就行了。再说失主他们也不认识我亲家今天又打电话来了那路边回收店愿意给他300他问我这块假币卖不卖，弄得我这个人心情很坏。咱说句不好听的现在银价也很贵，你这20多颗银子现在也得200多块钱了。他给你300，应该是看你不懂，想按银价给你收回来。关键是你这个丝绸比常见的冤大头可贵多了。对我朋友说冤大头一个也1000多了。对，关键是我这一块长得粗，
长得丑嘛，我也不知道能值多少钱。长得丑并不代表不值钱，最起码比常见的冤大头少，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你看冤大头发行量有10几亿枚，你想想吧，它的存世量也不会少了。像那种无伤无戳的状态，一个通货1000块钱还是有的，而你这个比常见的冤大头那可是9牛值1毛啊！收藏讲究了就是物以稀为贵，像过去民国那时候是银本位，只要银元是银的就能正常流通，而现在玩银元主要在乎一个年代感，只要它就是老了它就有价值。而你这个丝柱啊，它是人工刻木，你包括它个整个壁面和天津版出入都很大，原像很丑，但是很有特点复杂。发丝你看一根一根的，应该是仿照酒精造的，状态几乎是没什么磨损啊！你包括上面的字体都显得很有特点。经常看习惯天津版的大头，再细看你这个亮点确实有很多，老彩老味道。个人觉得吧，卖几千块钱没啥问题。就这个几千块钱，对，恐怕你说出去我亲家都不行，不行。所以我就是一个自家的，送给自己人也送家的。那亲家是遇人不淑，别人告诉他是假的，他信以为真了。既然是假的话，应该是分文不值啊。那既然给200、300，那就说明这个银元不假。你这样的银元，对吧？有一块几千块，如果你真会制假，那谁也挡不住你发财啊。确实不是我走出来的，我会走这个，那还不得了了。那对对，这几千块钱的话，这可比黄金贵了。那肯定没有黄金贵。你要是留下来这么大一个金币啊，咱说句不好听的，卖黄金得几万，古董啊，它的溢价得几十万、几百万，因为过去黄金少啊。金币更少，哎，反正你这对这个银元这方面啥也不懂，这个银元你也知道它值几千，不是假了就行了，把误会解开，证明你的人品没问题，这不就行了吗？对对对，对，你这鉴定的真细心，谢谢你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大家好，最近有很多朋友，家里放的有这些过去老一辈人留下来的这种老银手镯啊，让我来给他做一下参考，就是有没有存放的意义啊？说到这个过去老一辈人留下来的这个老手镯呢，我们要说一下它的来源。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老式的银手镯，就是过去啊很多的老一辈人他们当做嫁妆给带过来的。因为在过去呢，大家都知道这种老式的银手镯呢，我们一般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的话，他们都会当做嫁妆啊带进来，然后一戴就是一辈子。当然有没有存放的意义，这些像这些过去的老银手镯呢，首先来说它的含银量，大家都知道这种过去的银子它并不比现在的银子要纯，它的含银量大概基本上在70%到90%左右啊。有没有存放的意义呢？首先我们要看它的这个做工，因为我们这个老一辈人留下来的银手镯有很多基本上都是带的有磨损啊，就像保存完好的几乎是很少，是吧？我们有没有存放的意义，首先要看它保存的怎么样啊。当然了，很多朋友都说，就像那些已经有残缺的老式银手镯，既然没有存放的意义，我们该怎样来处理啊？这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啊。如果说存放的比较好的话，就像老一辈人留下来的，说实话，这种老式手镯对于他们来说是很有很多的意义的，所以说我们下一辈应该好好的保存它们。就像有一些很多朋友，他也是就是有些老手镯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已经磨损的已经戴不成了啊。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就是直接换新了啊。因为啥呢？因为这种银手镯你放呢，说实话，你不如直接换一个新物件，对不对？具体要怎样对待，这是今天我拍视频想给大家要交流的。如果说保存的完好啊，有纪念意义，你可以继续的替老一辈保存下去。当然了，就像一些残缺的啊，你也可以啊换一个新的啊。所以说呢，今天拍这个视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到大家吧，帮大家能够参考一下我们的老式手镯该怎么处理。一位收破烂的大哥兴高采烈地拿出5根铝锭，说这个是捡漏捡回来的东西，说是已经让邻居看过了，大家一致认为是白金，因为自己第一感觉就不是铝。以他多年来的经验总结，要么是银子，要么是白金，所以自己就带着这样的疑问，果断地拿出来找我做鉴定。前几天的时候，
一位打扮得很时尚的收破烂大哥，兴致冲冲地来到店里，随手拿出一个报纸卷放在柜台上。我打开就看到了这5块东西，全部都是一样长的钉子，看上去颜色都是雪白色的，个别钉子上面有少量黑点，拿在手里都是沉甸甸的。原来男子在一次收破烂的过程中，这些东西都是按铝锭收回来的。他说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第一感觉这些东西不像是铝，因为铝比较轻便，而这些东西多少还是有些分量的。因为收的时候铝才几块钱1斤，自己当时一大放，直接给对方200块。等到自己拿回家之后，挨边邻居看了都说是白金。男子一听这话，自己感觉不是铝锭，还是来鉴定一番为好。听完男子的说辞，我微笑着说，你的第一感觉是对的，这些确实不是铝，但是它们也不是白金，我看着倒是银锭子。当时我实话实说的告诉男子，男子一听说是银子，刚才的开心劲已经消减了一大半，直接自己安慰自己，反正是200块收回来的。我微笑着说，怎么着也不会赔钱。我挨个放到秤上去称重量，男子在一旁起哄，说这5根是整整1斤。话音刚落，5根放到一起，果然是1斤的重量。男子说算算看看多少钱，看他的意思就是想转手卖掉。我直接告诉他，我们没有回收的业务，辨别一下真假是完全没问题。听我说了那么多，他也知趣的离开了。其实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把银子当铝卖掉，因为它们颜色看起来都差不多，所以大家以后在卖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细心分辨，可千万不要败家哦。大家觉得呢？又纳闷了啊！我这个破月你说啥没？忽然间变成了香饽饽了。给俺媳妇加工手镯的时候，进来老板找着我给我钱还。倒找钱很正常。你说现在谁还用银元加工银手镯啊？人家老板大价店的累不说，加点钱给你换成品有钱赚啊！因为你这个是军阀币上5星啊。我确实对元不懂啊，以前银元不都几多块钱一个吗？对。现在时代变得太快了吧？我落伍了吗？都是这两者都有吧。以前像那种普通的小豆，确实是几十块钱一个。随着这些年的经济水平提高啊，各种银元的价格也相应的水涨船高了。更何况你这个可不是普通的小豆啊，和小豆90%的相似，唯独这2颗5星啊，你看非常显眼。我看着都差不多，啥5星6星的，都一样。对啊，我年纪大了，眼看花了，啥都看不见了。我看不清楚了。看不清楚没关系，我给你讲明白就行。5角星和6角星也就一点细微的变化，但是价格相差甚大。因为上5星这个版啊，它的存世量比较少，主要是你对银元不懂。不然的话也不会拿这个去加工银手镯啊。这些老板都没给我讲这些东西。他刚开始说免费给我换一点儿。他一看我犹豫了，他要准备给我加300块钱给我换。给你加钱啊，说明有利可图。刚才我都说了，用银元加工银手镯，不止你们顾客不划算，对加工师傅来说也有难度，因为银元是9银1铜，含银量不纯，加工起来比较麻烦。所以现在今年啊，遇到你这种情况，一般都选择换购。我说实话嘞，我始终都不想换，因为啥嘞？我因为害怕他那首饰不纯，没我的银元银纯。没想到他今天还管给我加到2000家伙。加钱越多，里边越有学问，因为你这个是上5星军阀币，其实它的含银量和普通银元一样，都是9银1铜。说实话，你这还真没有那个朱银首饰银量含银量高。如果你想换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机会，可以换。那我都想不明白了。一会儿说我的银元好又一会儿就我给他换得换，到底是赚是赔，谁吃亏啊？这事儿。那你依我看的话，肯定是你赚便宜，他吃亏。因为我看这个首饰店老板也是半斤8两，他这个主业啊，平时也就加工个首饰之类的，经常接触的也就是金银多一些。是不是银呢？他绝对能看个8、9不离10，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才会免费兑换到加300，又到最后给你加2000，因为他知道这个是好版上5星，你搁平时根本我们就遇不到。这个常见的生肖头银元啊，现在也就500-600块钱吧。加300给你换可能够本，加2000给你换的话，100%吃亏。但是他知道你这个其一是银的，
其二是上五星好板，却不知最重要的一点，你这个上五星我看不对。首先你看它这个包浆的并不是一眼开门的那种，然后各方面的压力也不是太好。你依我看的话，你这一块就是真银加币吧，市场价200块钱左右。不可能是假的了啊！这我可是25年前我价钱比一般的银行高一点的价钱我买来的，那个银行是台州的。跟人家图样不一样，我那当时也是120买的别人的。25年前那确实有这种真银加币了，那时候银元才50块钱一个，相应的银子也便宜啊，那时候才快8钱一颗，20多颗银子成本也就30多块钱吧，再加上人家费功夫做成了银元120块钱，那还是有钱赚啊。那我就不管了反正我是走到一个赚钱的门路了。5、6百我可以买一个小头我去加工，管他是啥鸡好羊毛不好羊毛了。你准备好他的羊毛？我看咱俩聊半天了，你这还多少没听出来？你600买一块普通的孙小头，人家金店老板啊，肯定能看出来是一块普通的小头。人家之所以给你出2000，完全是看中啊，你这个是上五星的好板。现在你鉴定也是真银加币了，你建议你也别跟人家换了，人家做生意毕竟还是挺难的。你就别管这了换不换是我的本事。好，到时间再讲嘛。谢谢你吧，谢谢你。没事，不用客气。老板，你看看我这号的金锭，他给我用钳子直接扎了一下，你说这影不影响价值？这号的东西被扎成这个样子，你卖的话肯定是影响它的价值啊。不过从扎的地方来看，你这个小玩意儿也值不了几个钱啊。啥叫值不了几个钱？我这好歹也是67克的黄金啊！说好的320卖给他嘞，这直接给我扎坏不要了。我来说句公道话啊，就你这么大个的体积啊，重量只有67克，这材质啊，极有可能不是黄金。如果这真是黄金的话，这还得了？你看上面写了嘉庆年造，嘉庆年距今可是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它炸开不要，里边应该有原因啊。那还不是掐不准是不是黄金？俺朋友笨也都算了，这收黄金的也笨，给我扎成这个样子，说太硬，说含金量黄金含量太低不纯。你遇到了这俩人啊，确实够奇葩。你说回收黄金的，竟然连它的比重都拖不出来，就这种款式造型了，那就不用砸开也知道它不是黄金啊。那朋友真是会捡漏，67克重的古董金锭36000要给你当金价收回去。俺这朋友他精明的很，他看我着急用钱嘞，他说嘞，古董直接给我按黄金价收了，我太损了，这家伙。哎呀，我说句实话啊，你这也不能怪人家损，毕竟咱普通人对古董金锭啥都不懂，说句实话，连是不是黄金他们都不知道，不然也不会闹出这种笑话。万一你这是真是古董的话，给你扎成这个样子，你不然损失就大了。我现在损失还不够大吗？我是越想越生气。你说这扎成这个样子，这得掉多少黄金吧？你说句实话啊，你这上面一丁点黄金也不会掉。他用钳子扎的话，只能说他扎变形了。从外观上看，他不美观了，又不是说捡下来一点黄金，这也不值当的赔你钱啊。那听你这说这话嘞，那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今天给我破坏成这样，找你都是想评估一下，他得赔我多少钱嘞？赔你多少钱合适嘞？这个该咋跟你说嘞？不认识嘞，还以为你这个金锭是古董嘞。就凭上面的钢印，你看嘉庆年造，他都唬住人了。可笑的是，你看上面还有嘉庆皇帝的头像。你要让我们懂行的人看啊，这种金锭的设计一点都不够严谨。你像过去清朝嘉庆年前后，压根儿就没有3D 打印技术，所以不会有这种人像的钢印，这是第一个不寻常的地方。你像上面的钢印这种字口啊，它过去啊都是人工纯人工雕刻，现在也没有这种手艺人，写的字也和清朝那时候啊有很大区别。你这一看就是电脑体，所以我看这口这是一眼假。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材质，这么大个只有67克，肯定不对。从你砸的这俩地方，你看前后，这个地方来看，很显然里边都不发黄。这么大个，这要是黄金，得有100多克重吧。所以从以上几点，我看你这就是现在的一个工艺品而已。工艺品？对，你少忽悠我了。你莫家那么有钱，他管哪个工艺品，这是弄得有点尴尬了吧？这有啥可尴尬嘞？真弄半天了，原来这个金锭不是你的啊，不是你的也没关系。既然恁朋友已经给你扎成这个样子了，你要是想搞清楚能值多少钱，你最好问一下恁女朋友。
我这哪好意思问？毕竟不是他送给我的，我这随手拿来。哦，这告诉他吧，不知道该咋说了。这我，哎，那我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吧，你这幸亏是假的艺术品，如果是真正过去的古董金锭啊，被恁朋友砸成这个样子，那损失就大了。因为过去的古董，它可不只完全是黄金，收藏它的意义比金价高得多。反正艺术品也不值啥钱。哎，你到时候你看跟恁女朋友咋交代一下我吧。那总我这还是得谢谢你啊，没事，学一点东西。哎，没事，拿回去吧，拿回去。好，谢谢啊，不客气，不客气。好。哎，这大过年了，这俺老伴儿他啥都不懂，你说1000块钱这买这，这管弄啥？大爷，你这可不是普通的砖头啊，这白花花的又那么重，1000块钱买回来，这可是捡大漏啊！哎，你别笑啊！夜上我也跟他吵架了。哦，这过年你也都买牛肉，这还不如买1000块钱的牛肉一家年回来自个啃啊！哎呀，大爷，这管弄啥？这东西可比牛肉强多了。牛肉你吃到肚里边消化了，这我拖着又那么重，这外边你看又称量，按它的比重来看，这不是银子就得是白金。关键是1000块钱买回来，这买的很便宜啊！这大爷这搁哪买的？这俺老伴儿还是都这说的。他说不是银子都是白金。我要看吧，要叫我看吗？这跟我铝接的上，他肯定能得赔钱。我个人看还真不像铝，铝啊，它的密度比较轻，这么大一疙瘩拖在手里边不会有那么沉。另外，铝的颜色也不会有这么白，铝它的颜色发乌，显得暗淡。是铝的话，才几十块钱一斤，1000块钱买回来肯定亏钱啊。哎，我都说亏吧。这给一个小孩手里管买手里啥好东西了。今儿上回来，老伴儿，我得叫他跪那儿。大爷，你也别激动，具体是啥，能值多少钱还没说清楚，你也不要着急下结论。既然是从一个这个小孩手里收过来的话，那恁老伴儿确实犯了一个大忌。无论我们做什么生意啊，再赚钱也不能在这小孩子手里边收东西。就拿你这个砖头来说，无论是白金还是银子，这肯定是孩子拿人家家里边的呀。哎，问题上呢，我说这是赔钱呢。这好歹这是1000块钱买回来了。你多少你说，能拿这个赔钱捡个大漏。那这1000块钱给你头了。大爷，这个不是多少钱的事儿，你这贸贸然的兑给我，我也没法要。建议你还是让那老伴回去找一下那孩子，最好把这东西还给人家，皆大欢喜，对吧？你们都能过个好年。那你这东西你都嫌你都不想要。没有。那我今儿让老伴回来，老伴我肯定叫他跪搓板。饭都不叫他吃。大爷，你让他跪搓一板，不让他吃饭，你这无理也解决不了问题。首先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你这个砖头价值啊，远远不止1000块钱。1000块钱收过来，这绝对是捡大漏的。我看这材质啊，应该是银的。为什么说不是白金的呢？白金分钯金和铂金，它们的比重啊，首先不比黄金轻。如果这个砖头有5斤重，那白金啊必须能达到9斤、10斤。从目前我拖着看，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这个砖我也称过了啊，一共都是6斤重。6斤啊，你好好的给我算算，看看我能管赚多少钱。赚钱多了，我给他买牛肉，犒劳他。大爷，你这态度转变的挺快啊！这听说要赚钱了，这心里边就像乐开了花。不到6斤，也就是说重量在3000克左右。说实话，其实白金的颜色也确实没那么白，白金的颜色它是发乌的，比重颜色都不对，所以我个人看就是银子。银子的颜色就是这样子，不过从目前外面来看的话，没有一丁点的这个氧化。也就是说，在我们个人手里边啊，待的时间比较短。银子现在的价钱也挺贵的，达到了历史最高点，5块多钱一克。细看造型的话，这也不是什么古董之类的。我大概出来了给你算一下价值，按3000克的重量来估，目前来看啊，卖个15000-16000完全没问题。谢谢你的估价我回家赶紧过去包饺子去。包饺子犒劳俺老伴儿。叫他吃一顿哈，好嘞。还是刚才那句话，你先不要开心的太早，捡漏啊无可厚非。但是你们这买孩子的东西就不对了。首先啊，你们是疏离了这1万多的银砖，你这1000块钱给人家买回来，对吧？你们是大赚一笔。
但是对人家孩子来说却不公平，因为这价钱啊极其不对等，建议呢还是还给人家委托。那还是你说的对啊。那我这都叫俺老伴给人家送回去，皆大欢喜啊！对对对，啊，不用客气啊，这个以后孩子的东西，别收了，别给自己找麻烦，哎，好吧？好，好。